俄罗斯的科克勃与美国的中情局、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的军情六处被称为世界4大间谍组织。在二战冷战时期，苏联的情报机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起英美的都要强很多。比如美国的核武器计划，斯大林知道的比杜鲁门还要早。传说两人有次见面，杜鲁门刚想说自己有个大宝贝，给斯大林装逼，就被斯大林先给说出来了。而英国的情报机构呢，更是被科克勃渗透成了裸体。Foreign Office secrets apart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Only the Kremlin. 而对于以色列的摩萨德，很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摩萨德自成立于1951年4月1号，在以色列复国运动之初，犹太人就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情报组织。他们依附于英国的情报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犹太人的情报组织在中东行动，一边配合盟军搞德军的情报，一边去搞阿拉伯人的情报，为复国行动做准备。他们的第一个总部呢是设在巴黎。二战德军攻下巴黎后，开始转入到地下活动。德国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摩萨德的行动也得到了法国情报部门的全力支持。到了1945年，摩萨德已经有400多名志愿者。二战结束后，为了维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复国行动，近乎疯狂地向阿拉伯输送武器和人员，让以色列赢得了第一次保卫国家战争的胜利，让以色列高层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与其和阿拉伯国家拉拉扯扯，不如充分发挥摩萨德的能力，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在1948年5月初，以色列成立之前，阿拉伯国家已经在厉兵秣马，准备向犹太人发起进攻。当时以色列的高层认为约旦不会参与行动，因为梅厄夫人在和约旦国王会晤的时候带回了约旦不会参与战争的消息。但是摩萨德的特工从约旦高层搞到了阿拉伯联盟详细的作战计划，这下尴尬了。在5月14号，犹太人政治领袖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次日，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起进攻。此时的以色列手上有他们的全套计划，做了充足的准备，赢得了战争，保住了自己新生的祖国。3年之后，古里安把整个国家的情报工作都交给了摩萨德，任命自己的好友洛文希洛担任第一任局长。4年，间谍大师伊塞尔哈雷尔接替罗文。伊塞尔把众多优秀的间谍派遣到各个国家执行任务。一个小国的情报机构能够和3大国的情报机构相提并论的组织，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他们不计成本、时间的行动，充分利用犹太民族的优势。以色列犹太人来自80多个国家，能够使用100多种语言，这能让他们在任何地方行动。他们招募不靠金钱，而是国家理想的感召，同时还会尽可能地解除特工们的后顾之忧。他的辉煌战绩，比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各种理论。西方国家看见这消息，能在科克勃的手下搞到这个美国和英国都不一定能搞到的东西，属实是令人刮目相看。还有就是搞到了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图纸，让以色列模仿幻影搞出来了幼狮战斗机，加强了国防的建设。后来就不只是搞图纸了，直接让伊拉克的飞行员把米格21开到了以色列。还有对阿拉伯地区领导人的不可能完成的刺杀，还逮住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犯艾希曼。逮到他的是摩萨德的传奇特工彼得·马尔辛。马尔辛出生在巴勒斯坦地区，当时这里呢是英国人统治的。在出生后不久便去了波兰生活。随着波兰的不断作死，马尔辛家里感觉到这里应该不太平了，在1936年就回到了巴勒斯坦。后来他的众多亲人被纳粹杀害，12岁的马尔辛决定加入犹太人的军事组织哈加纳。在以色列建国后，优秀的马尔辛被招募到摩萨德。在摩萨德的马尔辛依然出色，他的领导说从未见过他这样智勇双全、足智多谋、目标坚定的特工。在1957年，摩萨德得到情报，二战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化名为卡多·克莱门特。摩萨德高层商议后，决定把这个杀害犹太人的恶魔抓回来。阿道夫·艾希曼是犹太人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负责人，在纳粹败亡后四处逃窜。以色列建国后一直在寻找纳粹余党的下落，要为二战的犹太人死难者报仇。这个任务落到了马尔辛身上，他说：“我必须成功，因为有600万双眼睛看着他呢。”
在1960年5月11号，当艾希曼出现在前妻的家门口的时候，马尔辛轻轻拍了下他的后背，说：“劳驾，先生。”之后迅速将艾希曼制服，和随行的特工一起押到了车上。在阿根廷秘密审讯艾希曼，并把消息传给以色列国内。以色列政府派出外交官出访阿根廷，以外交官回国的飞机为掩护，把艾希曼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这是马尔辛特工生涯中最出色的成就。除此之外，他还逮到过科克伯在以色列高层的鼹鼠，还在阿拉伯高层会议上秘密地拿到为埃及工作的前纳粹火箭弹专家名单。当然，作为特工也难免有失手，但他如何逃脱的就无人得知了。他退休后在纽约定居，当然有逃出升天的，自然有死得很惨的。1965年5月19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公开绞刑了一名摩萨德特工，只有少数的叙利亚高层知道这件事儿。其他在别国访问的领导人也收到命令，24小时内回到叙利亚。同时，在叙以边境上，叙利亚军队荷枪实弹地准备迎敌，并且增加了不少轻重武器。这名被处极刑的特工是被称为以色列情报大王的伊利·科恩。他于1924年出生在埃及，和众多出生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孩子一样，在成年后，他加入了犹太地下组织。后来因为行动失败，他再也不能在埃及待下去了。在1957年去到以色列，干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这让他感觉很无趣，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这种人才摩萨德肯定是不会放过的，于是他被招募了，以叙利亚人的身份去到阿根廷，再转回叙利亚。要说他运气也好，在叙利亚他认识了很多的企业界人物，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叙利亚驻阿根廷武官哈菲兹。这位哈菲兹是日后的叙利亚总统。第2年，科恩带着各种大人物的介绍信去到叙利亚，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认识了不少军政人物。他在叙利亚开了公司，办公室就设在叙利亚总参谋部的对面。凭借自己高超的交际能力和智商，科恩把叙利亚高层都变成透明的了。以色列十分满意。在1963年，哈菲兹成为叙利亚总统，科恩也进入叙利亚高层。然而就在他混得如鱼得水的时候，有点得意忘形了，在5周内发了31封电报，时间还完全一致。这种做法相当于自杀。于是在1965年1月21号早上8点，他刚发完电报，就有人来逮捕他了。经过一番狡辩后，他选择了放弃，等待自己的结局。以色列则是动员自己全世界的盟友，准备拯救科恩。在得知科恩被判处死刑后，不少国家首脑都出来为他说情，但都被大马士革拒绝了。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好使。不过在科恩死后，他生前提供的情报还让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所向披靡。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